直升机来到南郊山林之中，当初长胜伯自爆的那片区域，如今已经重现生机，野草生长得格外茁壮。不过，由于这一片的树木当初尽数被毁，所以这在整片密林之中，就形成了一个工整的圆形凹陷，刚好方便直升机降落。林婉儿娴熟地将引擎熄火，旋翼转速不断降低，直至完全停下。两人走下直升机，林婉儿忽然回身看向这架轻型直升机，问叶晨：“公子，这架直升机是不是也能收进空间中？”叶晨笑道：“应该没问题吧，毕竟空间容积还是很大的。”林婉儿一脸期待地看着他，笑着问：“那能不能给奴家演示一下？”叶晨看他眼神中闪着清亮的光，自然不会扫他的兴，于是便用手摸着那架直升机，心中默念将物体收入空间的口诀，这架轻型直升机便立刻在原地消失，并且按照叶晨信念所想，稳稳当当地停放在了储物空间的正中央。林婉儿像看魔术一样看着眼前虚空抬手的叶晨，激动地说：“太神奇了！这样的话，公子完全可以在空间里保留几种交通工具，随时以备不时之需。这要是随时随地都能原地变出一架直升机、一辆汽车或者一艘快艇，平时可能没什么用处，但关键时刻一定有大用。”叶晨赞同地点头道：“这是个好建议，我这就让老陈安排一下。不过我不会开直升机，直升机将来还是得辛苦林小姐，所以买什么型号，还请林小姐给个建议。”林婉儿笑道：“空客有一架新型直升机，似乎性能还挺不错，法国那边奴家有渠道，可以直接定制一架信息不回传的，这件事就由奴家代办吧。”叶晨问他：“信息不回传是什么意思？”林婉儿解释：“飞行器和其他设备不太一样，绝大多数设备厂家卖出来只负责后续维护，但一些特种设备厂家会保留信息回传模块，在某种情况下监控设备的运转情况，有些甚至还能远程锁定。飞行器涉及很多安全问题，如果直接订购一架普通的直升机，公子将其收入空间之后，厂商那边就会失去信息回传，下次换个地方或者换个国家再使用，信息回传又会恢复。如果只是少数几次，他们大概率不会在意，只会认为是直升机被运输到了其他地方使用。但如果频繁在距离很远的地区之间来回切换，可能就会引发关注。奴家可以直接让人将这些免去，直升机也不用注册，通俗点说就是黑飞。叶晨点头笑道：“明白了，还是林小姐心细。要是这么来看，车辆也只能采购那种传统的燃油车，新能源车上肯定也都有这种信息回传的功能。”“是的。”林婉儿说，“而且最好是买纯粹的越野车，且全车不配备任何可联网模块，简单。”叶晨说：“先取些土壤回去，车和快艇我来安排。”随后叶晨心念一动，那架直升机又瞬间从储物空间回到了原处。叶晨本以为取土壤应该很简单，摸一摸地面，心念一动，想要多少就要多少，但按照这个思路试了试，发现并没有起到作用。看来土壤在地面时是一个整体，不是靠意念想要多少就能自动挖出来多少。但是如果将土壤挖出来堆放在一旁，然后再收入空间就非常顺畅。叶晨推测，也可能是储物介质的收放本身并不具备多余的能量，就好比一座石头山，想要一部分石头就得先自己把要的那部分石头切割下来，否则光靠介质，他并没有将这部分石头分割下来的能力。于是叶晨便以灵气虚空凝结成一柄看不见的大铲，再以灵气驱使大铲势大力沉地挖开泥土，不多会儿功夫便挖出至少几十方肥沃的土壤出来。他将这些土壤全部收入空间，在一侧角落堆砌整齐。不过让他惊讶的是，当这些泥土凭空消失的时候，地面上忽然多了大量昆虫和无脊椎动物，甲虫、蚂蚁、蚯蚓，甚至未发育成熟的知了，密密麻麻趴了一地。
而且这些原本在沉睡状态的昆虫，忽然之间失去栖身的巢穴，似乎都受到了刺激和惊吓，一窝蜂的四处乱窜。林婉儿哪见过这么多昆虫忽然间全冒出来，吓得尖叫一声，立刻躲在叶晨身后。叶晨虽然不害怕虫子，但眼见这么多密密麻麻，多多少少也有些不适，于是便以灵气幻化出一阵风，将这些昆虫吹开。林婉儿疑惑地问他：公子，这土壤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虫子？密度也太大了。叶晨凝重地摇头说道：这些虫子应该是刚才我收入空间的那些土壤中遗留的。遗留的？林婉儿惊讶地问。公子是不想把它们收进空间，还是不能？叶晨惊讶于林婉儿的反应速度，思忖片刻说：应该是不能。我收土壤的时候没想过这些，好像是土壤被收入空间的时候，把这些虫子过滤了下来。林婉儿点头说道：这也就是说，空间里不能进活物，也就是动物，植物倒是可以。没错，叶晨道，那个空间里面应该是没有时间概念的，植物在里面会停止一切生长，想来是不能收入有意识的动物。林婉儿笑道：倒也合理，不然如果随随便便就能把人收进去，想想也挺可怕。叶晨笑着说：是啊，要是能把活人收进去，那我也不用怕吴飞燕了，找机会跟他握个手就能把他收进空间。说罢，他微微皱眉，好奇地嘀咕道：活的东西收不进去，不知道尸体行不行。想着，他从脚下捡起一只死去的甲虫，心念一动，甲虫果然从手中消失。叶晨不由感叹，看来活物确实进不了储物空间了。说着，叶晨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便对林婉儿说：林小姐，你说如果储物戒指里对应的不是储物空间，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切实存在空间会怎样？林婉儿说：那应该就能把人和活物放进去了吧，就像公子带奴家通过传送阵进入地下城一样。叶晨点头道：这么一来，按照他们的神通，要是能将可以直通基地的传送阵放入戒指里，那整个地下城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储物空间，随时可以把想传送的人和物资都传过去。林婉儿认真道：理论来说，可能确实是这样啊。公子将来若是掌握了阵法的制作方式，说不定可以试着将传回地下城的阵法炼制在法器之中，那就真的方便太多了。叶晨自嘲地笑道：那些有大神通的修士都没有做到这一点，想来是很难实现的。林婉儿忽然想起一件事，脱口道：可是公子莫要忘了，这戒指本身就能传送，家父和公子重伤之际，都是他将你们送到奴家面前的。叶晨霎时间回过神来，惊呼道：确实，既然戒指里面能放得下传送阵法，那他们为何要将其设计成被动触发呢？遇到危险主动传送走，岂不是更容易？